各種新材料配合 3D 打印創意玩法，布料和 3D 打印造型长到了一起，做成了柔性的设计。光固化打印、清洗、烘干2次固化一体机，全程不用接触酒精和树脂。原来只能在工厂操作的 CNC， 现在也能搬回家里桌面上了。这些是我今天在 Formnext 3D 打印展看到的一些亮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就爱玩，又是一年 3D 打印盛会啊！今天来到了深圳 Formnext 3D 打印展，咱们现在一块进去看看有哪些新的黑科技以及产品亮点。逛展第一天，先跟大家来速览一下我看到的这些亮点，看看哪些是能用到你的创造过程中的。先看消费级 FDM， 创想3维 K3 的 Glitek 换喷嘴系統，可以配置不同颜色和材料，还能混用不同口径的喷嘴。大喷嘴快速跑填充，小喷嘴专门打细节，再配合上可变层高，实现打印精度与效率兼备。这台打印机旁边还有一套耗材回收设备，你的多色打印换料废材可以直接扔进去粉碎，重新热熔拉成耗材，那一筐筐的打印便再也不用心疼的丢掉了。今年光固化设备的明显趋势就是尺寸继续变大，精度继续提升。比如在线下首次展示的普罗森新机，14寸 16K 的一个新机器啊 ，Revo Max， 像一个电影的宣传。是我183的身高站在旁边，可以对比一下这台机器的尺寸。它把14寸 16K 屏幕、风扇和料槽双重控温、快拆离型膜、1080P 摄像头、防護蓋、無級悬停等等功能都融進去了。升級的主要是光固化重度用戶更懂的痛點，讓機器打印更穩，批量打印更高效。展會另一台大型的光固化設備，也是讓我非常種草，想直接下單，可惜它還沒正式發售。它不是打印尺寸大，而是把光固化 3D 打印機和後處理工序相關的設備都融合在了這一整個系統裡。來自宇方的 S10 系列，現場看它展示了過程。左側打印完畢以後，通過機械軸提升、旋轉側傾來瀝乾樹脂，移動到右側，酒精桶自動往裡注入酒精，成型平台下降開始清洗，過程裡會自動完成粗洗、精洗以及酒精的瀝乾、烘乾。還能選擇2次固化配件，所以當你再打開這個艙門的時候，直接取出的就是打印完的成品。我覺得挺適合個人玩家和小型工作室，雖然可能費的時間比人工操作可能還要多一點，因為它畢竟要慢慢的瀝乾還有烘乾。好在這個過程完全不需要人工操作了，不用擔心這些樹脂、酒精的氣味。那玩打印之前，這些模型怎麼來也是越來越省事兒。AI 建模的精度越來越高，Hi3D 3.0發布，用最新版本生成的模型直接打印出的這模型精度，大家直接感受一下。這5個模型是我們3.0模型直出，沒有任何人工修改，直接打印的。我們這個就是純單圖生 3D， 然後沒有用多視圖的任何信息。然後正面的話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翅膀上的紋路細節，以及我們背面給到的紋路細節是一致的。之前的話，正面可能還不錯，但背面就是比較平，或者說他想象不出來這麼多細節。複雜的全身人臉會不好的問題，那我們這個版本也得到了比較好的解決。看這機械模型，表面還生成了非常細小的刻線以及裸孔的位置，細節非常誇張。還有 Revo Point Tracked SR， 通過光學追蹤基站來判斷掃描儀在哪兒，朝哪個方向。在掃描大件時，你就直接拿着這個球對着生活裡的物體轉幾圈，模型就出來了。3D 打印是一層層堆材料的增材製造，如果你不想加材料，今年桌面的減材製造也是非常熱。造物時代 Z1 讓 CNC 的價格更加親民，1000元檔就能在家玩上 CNC，Maker 們能玩的材料幾乎沒有限制了。它能通過3軸、4軸的移動，把木頭、金屬、亞克力等各種材料洗削出精緻的模型。還有 X-Horse 的 CNC 則展示了桌面5軸立體加工能力，這直接把一個木頭塊雕刻成了如此精緻的棋子，還雕刻了鈦合金悠悠球。包括內部的軸承也是他雕刻的，玩着非常絲滑。童年的技術還沒有忘太乾淨。3D 打印擅長鏤空和複雜內腔，而 CNC 更適合實心的零件，在材料、強度和表面質感上有了更多選擇。工業區的 3D 打印件最能說明增材製造為什麼不可替代。直接打印出來的這種可動的一個結構，這是金屬粉末激光打印，也就是 SLM。激光用上千度的高溫逐層融化金屬粉末，金屬粉末也直接作為打印件的支撐材料。打印完直接清理到粉末，一個異形中空結構就做好了。你像這個葉片的內部，直接打印出了彎曲的冷卻流道，這兒還打了一個透明件，內部用紅色來示意這樣一個模型內中空結構，還有各種藝術造型。這工藝直接打印出來是磨砂的，可以拋光成金屬鏡面，都非常有質感。這台由氣泵推動的 3D 打印機也非常特別，能夠打印液態耗材，只要耗材的流動性符合要求，它就能通過加熱等不同的模塊組合來完成這個液體的固化打印。現場展示了一個彈性硅膠的打印，還能直接打印藥品等，用於科學研究。在耗材區域還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方向，是把 3D 打印和柔性材料結合，FDM 打印到一半暫停，
放入紗網，再繼續。3D 打印模型就會把布料鎖在裡面，最後出來的模型也不光是個硬邦邦的塑料殼了，可以變成柔軟可穿戴的藝術裝置。除了能看到很多新奇好物，每次參加線下展都像是一次網友聚會，很多在線上交流過的朋友以及好久不見的老友，又因為共同興趣聚到一起聊一聊，很開心，也總有新收穫。我其實覺得今天 K3還是挺驚豔的，就創想上市了之後，它的整個速度快了很多。8頭，對，有個8頭。我覺得我們還在做着很有意義的事情，然後見證着一個行業的這個崛起。人流真的比去年多了很多，然後發現像 AI 的展台還有 CNC 的展台多了特別多，品類更豐富了。它從一個說大家需要去靠念技術參數去把這個機器賣出去，變成了說我覺得這個東西能夠融入我的生活和家庭。那今天的速覽就先分享這些，明天再去展會繼續深挖。那後期我會分享一條更長一點的視頻，來深入的分析一下這些設備適合什麼場景，適合什麼人，適合什麼用途。你對哪個產品感興趣，歡迎留言討論，也記得點讚關注，咱們一起探索更多好玩的科技創意內容。咱們下期見。